开祖国6年了，踏过这扇门，我就回家了。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范儿。今天真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晒一下。这就是昨天帮助我的，在老挝待了10几年的华人大哥峰哥家的院子啊，是不是特别的大？一个大别墅啊！这夏天的时候，小孩可以在这里玩。这是我的帐篷，所有的东西都湿了，因为前2天在雨里泡了2天。那相机啊，这越南的签证都湿了啊。还有这些路上攒的各个国家的 money 啊，也湿了。衣服、睡袋啥的，我全都洗了一下，晒了一下。帐篷也快晒干了。就是这个自行车啊，需要大修一下。大嫂现在呢，正在帮我缝衣服。嫂子，这个是电动的吗？电动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缝衣服都是那个脚踩的。对，现在电动的多。我这个裤子已经跟着我走南闯北2年了，走了将近10-20个国家了。现在我的自行车经常大修，今天给我的裤子也保养一下。等再过1个月，我就可以推着自行车进入阔别6年的祖国了。这样我也可以休整1-2个月，自己也给自己的身体保养一下。完工完美。感谢大嫂。哇，我这个裤子保养一下又可以穿2年，明年去美国我也穿这个裤子。这是老挝会晒的中国城，里面全是咱们中国人开的商铺啊。峰哥在这个5金店帮我借了一个工具，下面我们呢要把这个拆掉，就是后刹车盘已经完全卡死了，因为刚才用那个工具卸不掉我这个自行车的刹车盘。现在我们去摩托车店看一下，看能不能把它卸掉，实在卸不掉的话就用切割机把它切掉也行啊。又来到这家咱们中国人开的这个摩托车店了。这个小哥说他也没有这种工具，那我只能把轮子卸掉，让他把刹车盘切掉了。大家看到没？一个非常小小的工具，在国外都找不到，所以大家在国内啊，无论是买任何东西，用什么东西，都非常的方便。因为咱们是制造业大国，任何东西都可以造出来。到国外真的就一个小螺丝就不会把你难住啊！这就是在国外骑行和在国内骑行的区别啊！我骑着试一下啊！现在只有前刹了，也不太行了。自行车已经算是修好了。碰到2个骑友，我给他们打招呼，哈哈哈。碰到骑友不容易啊！开梦加油！我们在坡顶等他。Thank you, my man. Oh, thank you. It's perfect. Introduction to Laos. That is my bicycle. That's your bicycle. Luang Prabang, and then Vientiane. Luang Prabang. You which your country? United States, USA. USA. You live here? No, my bicycle is broken. My friend helped me to repair. Finish my bicycle this way go back to China. To China. This year I'm Going from. to China. Yeah, this year I'm from bicycle from Indonesia, Singapore, Malaysia. Oh my goodness. Wow, Well, good for nice. you. Wow. Your bicycle for many years? No, just 3 months. 3 months. 3 months. We Yeah. started 2 2 weeks weeks ago. 2 weeks ago. Yeah. When did you start? 10 years ago. I cycling is 40 Wow. Good. 6 years no go back to China. Nice. Europe, Africa. I stay Africa 2 years. Last whole year I cycling in Europe. Would you come to North America? No, but this year I go back to China to get if I can get American visa. Oh, great. Yeah, next year is from here. Go. Oh, across. Yeah. past. From San Francisco Yeah, yeah. across. So we live Colorado. Colorado, right Oh. there.
Maybe next year we can meet. That would be fun. Good luck. Oh, my man. Thank you so much. It's a Thank pleasur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stopping. Thank you for the water. No, and the no. mosquito. Thank you too. If I ride your bike through Colorado, I'll take care of you. Okay, we send the message. Yeah. 我尝一下这个烧麦。上麦，就是我记得上次吃烧麦还是2016年在广州的时候，多少年过去了？你们刚来的时候是哪一年？刚来的时候2009， ，2010年2009 2009年。年底，年底，哇， 2010这么久。 2001年到这里14年15年，你们刚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边没有多少中国人？刚来是应该不多哈，也有。也有哈。我们刚来的时候，房子没有这么好嘛，房子都是基本上是一层的，很矮很矮，然后好多都是那种木头啊、竹子啊，搭一个房子。原来就是湄公河边上那一条有一点点，那边比较集中，有点房子。新城就是这边，原来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房子。我听说咱们中国人给他们修了一条铁路，从哪到哪？铁路是从摩丁到到万象，现在已经通车了是吗？ 2021年就通车了。我感觉这一条铁路修完之后，对这个老挝的经济贡献应该会非常大。非常大。这个铁路已经赚钱了，很少有铁路的一开通马上就赚钱了。因为这个老挝它是东南亚唯一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出海口。有一个铁路，不管是货物运输还是经济方面，我感觉对他们贡献特别大。现在泰国的产品也走这边走。你像咱们国内的人普遍想到金三角，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有钱不入金三角，落难必闯湄公河，有这样的一句俗语。从这也可以看出来，湄公河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感觉会特别危险。对，神秘金三角这是比较危险的哈。对，但你像你在金三角待了10几年了，你有什么样的就是不一样的感受？我们感觉比较习惯了，因为我们比较清楚它里面一些内幕一些情况比较清楚嘛。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危险在哪里，我们不去参与嘛，有些东西，对吧？对，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去我们就是以旅游为主，其他的去看一看旅游一下，其他的不参与，一般来就没什么问题。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只要是有点危险，而且明知道有危险的地方，尽量就不要去。比如说金三角里面黄赌毒啊，尽量就不要碰这些东西。2013年那个湄公河惨案的时候，那时候你在那个金三角附近吗？我在这里，然后我们去了。哇。我们能去，那个时候好多这边人去看嘛。你没去看那个船？那个船到现在还在那里。就在那金三角中心点那里吗？没有，往上有大概10几公里，滑冰号还停在那里。就是船上面全是弹孔啊。就是出事故的那个船。有另外一艘船不知道哪去了，还有一艘在那里。就那个诺康真的是在金三角臭名昭著吗？还是？应该是。就是抓他的时候是在哪个地方抓住他的？大概？抓他的就是在那个巴木码头啊，金三角往上18公里左右那个码头。就在那地方把他逮住。对，那地方就是他的老家，他的老巢。他两边跑，往对面就是缅甸的那个金三角那个丛林里面，一过来就是他家，所以他经常两边跑。但是好像就是从丛林里面赶到家里面，在家里面抓住的。那天晚上听他们讲，老挝公安去围村长不让进，后来花了好大的精力才让进把他抓起来。因为村长跟诺康都是很熟嘛，亲戚嘛，肯定也是。而且诺康在当地有很大的贡献，做了很多公益设施、基础设施。就是他贩毒的钱拿去给他自己村的人修路干啥的？对，修路啊，然后帮扶弱者，给人做一些这样善事嘛。就如果像国内来金三角旅游的，就是像你在金三角待了这么多年，有什么建议没有？旅游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你只要不去碰一些敏感的东西，应该就没什么问题。我和峰哥他们一家人合张照，耶！下面呢，我用我的打印机把我和峰哥一家人的合照打印出来，也是为了纪念这一段缘分。这个打印机也跟着我好多年了，从非洲到欧洲，又从欧洲到东南亚，到金三角啊。看看现在打印的效果怎么样啊？照片已经打印好了，大家看这个通关文牒上，这我路上遇到很多有缘人给我的留言。
有阿尔巴尼亚的，有巴西的，有西班牙的，反正各个国家的啊。这是谭大哥的留言，那就把这一张照片贴到这一页吧。我每到一个地方遇到有缘人，都会让他们在我这个通关文牒上面留下一句最想对我说的话，然后再贴一张照片。那这是2023年4月16号，我离开非洲的那一天，这个一个松哥对我说的。在我的通关文牒上砍一个老挝的邮戳，它这个邮局的1层啊正在装修，应该再上2楼才能找到盖邮戳的地方。它能盖邮戳吗？应该能盖邮戳。它这个路由器都是华为的。哦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Thank you， 啊，已经看好了。这也是一个别样的纪念啊！以后我到每个国家，我也试一下到邮局砍一个这个邮戳。等以后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如果我的孩子也喜欢环游世界的话，他们可以根据我纸张上面的这个邮戳的地址啊，再来这里砍邮戳啊。这就相当于走我的路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儿，正在骑行穿越金三角，现在在金三角的会晒。这2天呢，因为自行车坏了，在一位华人大哥家里修整。后面就是我住的这个大哥家，叫峰哥。欢迎来到金三角。峰哥在金三角待了10几年了啊！这是峰哥的家，是不是非常的大啊？这个游乐场也非常的大啊。那边是农场，这边住宿的地方。峰哥，这个院子你大概投资了大概有多少钱？大概300多万吧，300-400万，350万左右。今天那个小范，要出发了，要重新出发，要准备回国，10天之内回国。这几天我们聊了很多，我感慨很多，我觉得他已经有一点点改变我的人生了。为了也许，我也许会有一点接触这个边缘吧，不一定说跟他重复同样的生活方式。其实我还是非常感谢。来，拥抱一下，来，爸爸，真的。我们国内见。对，国内见，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几天在峰哥家住啊，对我，尤其是嫂子做的鱼特别好吃啊，每次我都吃一整条鱼，做饭特别好吃。就像我之前说的，能把粗茶淡饭做成鲜肉琼浆的女人嫁给你，你非常的幸福。然后我从峰哥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峰哥非常的知识，非常的渊博，尤其是来到金三角啊，闯荡了10几年啊，真的对他不论是胆量、魄力啊，还是精力各方面，我也非常的佩服啊，对我的人生也有一些指导的意义啊。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我感觉我跟你秉烛夜谈，我们这个围着那个炉火，哇，谈了好几夜啊，每次都是过了12点。对，现在我要开始出发了啊！兄弟慢走啊！好，有相逢就有别离，来抱抱峰哥。你不要这样子啊！我们国内见，好，拜拜，嫂子，走了。路上一路顺风。好，拜拜。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千缕，酒一杯，声声离笛催。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每当我在国外啊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总会有咱们的同胞伸出援助之手，我真是太幸运了。而且这种幸运啊，只有咱们中国人才能体验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咱们中国人的足迹。兄弟们，看这个路牌上写的，到摩丁口岸216公里，到狼南塔171公里。接下来这200多公里的山路啊，有一大半都是要靠推的，因为只有在稍微平一点的地方我才能骑，我的现在这个刹车是没有的。就像那天说的一样，我就是推，也要推着这100多斤重的自行车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兄弟们，还有1个小时天就黑了，就不打算往前骑了，打算就在这里搭帐篷了。
这是一个废弃的仓库啊，上面还可以遮露水。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搭帐篷了。帐篷已经搭好了，下面就准备睡觉了。这个刹车一坏啊，骑行和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刹车好的时候，上坡推，下坡嗖就下坡了，骑上去。现在呢是上坡骑，下坡推啊。今天连推带骑，总共走了26公里啊！打开我的防盗门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范儿，开启美好一天的骑行。新型倒挂布，你看这个大货车上面的帆布也是中文的。这昨天晚上我的室友几个，他们几个开大货车的啊，在这边开大货车也不容易啊，每天也是风餐露宿的啊。有人经常问，在路上骑行上厕所怎么办？你看小号的话，大自然可以随处啊，但是大号的话，一般我都是找这个加油站啊。这是金三角北部的一个加油站，挺空旷的，但是好像加油的很少。这是他们那是一个厕所，装修了一半啊，给停工了。看看有电没有？看看有水没有啊？还有水。虽然这个加油站应该是好久没营业了，但是还有水啊。你看。要是装修好完之后也是很豪华的，这还有马桶。上完厕所之后啊，还可以在这边刷牙洗脸。已经洗刷好了，刷了牙，洗了头，也洗了脸。兄弟们，看金三角北部的山区，这个弯道真太弯了，你完全看不到对方的车辆，而且这个坡度特别陡。昨天推了26公里，今天看能推多少公里吧。我勒个去！给大家看一下啊，等会儿我要从这里推，就跑到那边正对面那个山顶上去，看到没？那个路就上去。因为我的自行车刹车坏了，上坡推，下坡推，啊，一整天都是推。现在都11点47分了，我还没有吃早饭呢，只能先喝点凉水塞塞牙，过完前面那个山，找个地方做饭啊。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眼我来时的路啊，爬了一上午的坡，这边有很多咱们中国的拉气儿的车，啊，这个小哥帮我扶着自行车，那边就是我今天来时的路，看到没？那个山脚下那个路，一直一直爬到这，还没有爬到坡顶呢，还要往前再干个2公里。兄弟们，终于爬到坡顶了，但是下坡比上坡还不容易啊。这就是坡顶了，前面下坡也有10来公里啊，就这唯一的一个小亭子，方圆10公里啊，没有人烟。前面就是我来时的地方，1座山、2座山、4座山、5座山，这是第6座山。望着我身后的路，无限的感慨啊！往前面还有100多公里这样的路啊，没有平路。
面条已经做好了，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饭怎么样？哇，香喷喷的，尝一口怎么样？因为早饭都没吃啊。特别好吃，尤其是这个汤啊，绝了！饭已经吃完了，现在就准备出发啊。大爷正在喊他的羊，他的羊在那里，在那个山沟下啊。下山之前，我要把鞋子换一下，换成作战靴，因为我的后刹已经完全失灵了，就剩一个前刹，也是半残废。这么陡的坡，100%啊是刹不住车的，我只能啊推一会儿啊，到这个平缓的地方才能骑上去。但是刹车的话，如果真要靠脚刹的话，还是这个作战靴的摩擦力大一点。没有刹车，我才体会到那句古话啊。上山易，下山难啊！下山真的难，一路只能推啊，而且刹不住车。这里的山路是真正的18弯啊，90度的弯度，哈哈哈！你就是技术再好，过弯的时候也不可能2辆大卡车同时拐弯的啊！你稍微技术差一点，立马就翻掉。而且这不是一个这样的弯，这100-200公里几乎都是这样的弯，9曲18弯。这个司机应该是技术不过关的。已经这个撂在里面了。Hello， 这边的车一般带的没有那种就是危险的三脚架，都是放树叶子。你如果在这边开车的话，如果看到树上放的有树叶子的话，一定要记得减速、减速再减速，因为前面有车祸，他们没有三脚架。好久没有吃橘子了，在路边买点橘子，反正我就是9000块钱啊，看阿姨能给多少吧。OK，Thank you， 买了不少啊，3块人民币能买这么多橘子，我也没想到啊。到了一个山中小村，你看这个村大概有20多户人家，全都是木头房。我再买点泡面，买点这个鸡蛋啊，补充一下我的这个能量和脂肪。这个泡面和泰国那边的差不多啊，然后这个再要2包。看哪一个好吃啊，下一次就买哪一个。但是我知道这个是不好吃的啊，这个不好吃。哎呀，有这个薯条，这个看多少钱？还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是虫子啊，他们这边是吃虫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虫子我就不吃了，我想吃这个肉啊，但是这个不知道放多久了。还有我最喜欢吃的这个辣条，这应该他们自己家鸡下的蛋，所以非常小。这是鸡蛋啊，这是鸡屎啊。鸡屎就不买了，买鸡蛋就行了。是10万零1000老挝币，老板收了我10万啊。10万老挝币的话，应该是33块人民币。看，好多骑摩托车的啊，这都是骑友。哦，中国过来的。我看到是京 A， 有京 A 的牌照啊。这边矿泉水的价格真是太贵了啊，一瓶矿泉水5块人民币啊。我一天光喝矿泉水都得喝6瓶，5、6、30，光喝水都要30块人民币啊！这就是他们的厨房，你看一个铁架子下面放了一点木柴啊，就可以做饭用了。我打算在这刷刷牙、洗洗脸啊。他们这边的自来水都是从这个山上引过来的，不是直接打井的，这类似于山泉水的。洗脸啊，对皮肤特别有保养的作用。好，已经洗刷好了。下面开始继续往前走，走之前把友谊送给2个小朋友，好，一人一个，拿着，好看不好看？我正在山里推坡呢，遇到一个大哥，然后上来就给我推自行车帮我啊，真是好人呐。我们俩推着都非常累，然后喝口水再继续推。这种大卡车上这种坡都非常的吃力，你别说我的是自行车了，而且现在全靠徒步啊。大哥去抽烟去了，这应该是88分，那不行，太远了。OK，Thank you。大哥家里种的有，应该是那个啥，大家都懂的。拜拜。
抽不抽？我说我不抽啊。好，继续爬坡。兄弟们，这一段路非常的陡峻啊，路的旁边就是万丈悬崖呀，路险方知景美啊，看看怎么样？景色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山谷下这条山涧啊，哎，下面还有几个小孩在洗澡。这几个小孩刚才还在给我打招呼啊，让我想起来了自己童年的时候啊，非常快乐。看大山深处还有一户人家，这周围都没有路。我都不知道他这个平时的生活物品是怎么采购的。爬到前面这个信号塔的塔顶，应该就是爬到坡顶了，还有这么远。已经正式离开波桥省，进入琅南塔省了。这就是琅南塔省的界限，上面写的 Welcome to 琅南塔。这是我的自行车。琅南塔省是和咱们云南省交界的啊。进入琅南塔离国内又近了一步。看一下这两个小哥卖的啥。这是个类似于小野猪的东西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镜头推近一点，看着像小野猪，又像那个老鼠啊，应该是大的什么田鼠吧？它的这个嘴挺像兔子的，看到没？哇，它要咬我，这个挺像兔子的。这家伙挺凶的。这两个小哥正在磨刀霍霍，应该等一会儿就准备杀了吃了啊！金三角这个山里到处都是手扶，手扶拖拉机好像在咱们国内已经淘汰掉了吧？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点半了，还有半个小时天就黑了。因为这个山太高了，比这个海边和平原天黑要早半小时。身后就是我来时的路，前面这个坡应该是今天最后一个坡了，然后再往前走2公里会有一个村，在那里安营扎寨。我感觉最后面这个牛应该是他们的头啊，他是负责这个牛带的有铃铛，他是负责拦车的啊。咱们和牛比赛一下，看看谁跑得快啊 ！Hello， 萨巴蒂。萨巴蒂。你好，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环球骑行者，我能在那个地方搭帐篷过一晚上吗？明天早上我离开。没来啊，他们Thank you。Thank you。啊？那不喝。OK， 大爷还邀请我喝酒，我说我先不喝了，我先把自行车推上来啊。我把自行车推上去啊。啊，终于推上来了！今天的夕阳真是太美了。这或许就是大多数人向往的生活吧，有牛有羊，还有这种非常漂亮的木头房子，一家人在一块儿舒舒服服的，每天晚上还可以唱歌。你看那边一群人在唱歌啊，大家没能实现的梦想，我替大家实现了啊！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帐篷已经搭好了，夕阳已经西下了，一天的骑行也结束了，我也该睡觉了。刚才身后那些唱歌的大哥一直拉着我去嗨去唱，但是我今天实在太累了，推了一天的上坡，累得受不了了，我就赶紧睡觉了啊。因为老挝是共产主义国家，你看他们学校还有公共部门门口放的都有一面老国旗，还有一面镰刀斧头旗。已经骑到了温邦卡这个县城了，从会晒到琅南塔这200来公里，就这一个大的小县城，奔波了好几天了，好几天没洗澡了。看看在附近能不能找到一家便宜的旅社住2晚上。这边很多都是从咱们中国拉过来的集装箱。那有一家中文字的酒店叫空曼酒店，但是一般写中国字的都比较贵啊。这个也是一个宾馆，这个小的应该是当地人开的，去问问什么价格吧。哎呀，自行车变速坏了。Hello, yes, hotel。这个12万，一个好的15万，10万老挝币1晚上行不行？可以的话，我一次付给你3天的钱。OK？ 啊。哎呀，这钱搞掉了，一下省了6万。要钱的。这个小县城路边有很多这种家庭旅社。那个好一点的房子就3间啊，在那砖头房，这个木头的竹楼是便宜一点啊。那个砖头房里面应该带空调，我感觉。哎呀，下面是一条河沟啊，自行车别出溜下去了。看一下，呀，还不错。这个是个WiFi 啊，还有 WiFi 哦，还有 WiFi 啊。啥我？哦，还有热水。哎呀 ，good， 好，给他钱，现在付钱。10万。20万。30万。OK。啊？啊 ，OK，Thank you，Thank you。什么都能乱，发型不能乱啊，这是我的口头语啊。这2天就在这个房间里睡觉了，是不是非常好啊？这么好的住宿环境，此刻文思四泉涌上心头，我必须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岁初日渐寒，居山烧竹楼，上看群星，下俯山涧。高城不见，小虫齐鸣，夏不藏情，冬不具暖。日暮凭栏，暮晚风神思旷野。关西流便是鱼鳖，踏千川而临万水，游万国方知情缘。流星破空，然余生而朝日月。生有宇宙，死亦怀怨。飞蛾扑火，身虽亡，心之温暖。纵死无悔，灯映孤光薄影。情系相思离愁，一别四季，情寄春秋。Hello， 大家好，我是范儿，在这个小竹楼这里啊，休息了几天，已经修整好了。下面呢，就开始往咱们的边境线进发，东西已经收拾好了，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几天住的地方。这1晚上就是咱30块人民币啊，留一个纪念物在这里，中国结。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这里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个东西。下一次再来老挝啊，都不知道何年何月了，因为接下来的3年，我要尽快把这个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3个大洲骑完。拜拜。出门是一个小下坡，前面还有2公里的下坡路呢。因为该过年了，这个回去要散烟啊。我们河南人都有一个习惯，过年见了人之后要打招呼的方式就是散烟啊。要2条这样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懂老挝语的可以翻译一下。11万，这是10万。在路边一直见到当地人在卖这个，是类似于中药吗？吃的吗？这个怎么吃啊？没吃过啊。
这个能吃吗？这是个木头啊。这个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咱们可以打在评论区啊，看一下他们怎么吃的。我看一下怎么吃的。How much？ 这是国际通用手势啊。1000 ，OK， 给你1000。10万 ？No， 这10万搞价钱搞到5000啊，这有点离谱啊。我瞧的10万，没有了，咱们尝一下，看看到底是啥东西啊？我现在没有搞清楚，这是个帅哥还是个美女啊？5000就这么多。我尝一下，这是啥东西啊？这 name，what's the name？ 阿妞，阿妞，尝尝阿妞好吃不好吃啊？还行。好，有好点厉苦啊！害。刚开始吃的时候没味，无色无味，但是一嚼到嘴里就有点苦了。OK， 他给我说这个头不能吃。没口啊这我现场给大家尝了，不好吃，但是毕竟是5000块钱买的，再吃完呢，不好吃再吃完。这头不能吃，可能有毒啊。我感觉这个有点类似于中药啊。不管好吃不好吃，先吃完了再说吧。送给你一个这个 ，OK。兄弟们，这就是我每天骑行金三角的日常。你看身后这个山云雾缭绕的，非常的漂亮啊！金三角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欢迎大家常来玩。我每天骑自行车都走村串巷的穿梭在金三角的乡下。你看他们种的有玉米，有菜，菜园里啥都有。这个对面山上种的也没有大麻，也没有罂粟花，全都变成了玉米田啊！这边有一个罂粟替代种植项目，咱们中国云南公司开的一个橡胶厂。这个附近以前种植的都是大片大片的罂粟，这个厂子投资了之后，这个罂粟就没人种了，就变成种这个橡胶了啊！也希望全世界的老板们都来投资。来金三角投资的多了，这边的罂粟田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前面这个大桥断了，要从旁边绕一下。过了这个断桥，就算走出狼南塔的市区了。再往前面骑个50公里，就到摩丁边境口岸了。你像我现在在乡下，他们基本上都不会说英语，我也不会说老挝语，所以我们的交流啊，基本上都靠手比划啊，最原始的人类的语言。但是我相信啊，每一个民族啊，打根子上都是非常善良的。问问这一家看能不能充电。Hello， 你爸爸呢 ？Hello， 这个能不能充一下电？可以。这个女主人点头了。这家小孩挺多的，有3个女儿啊。这是他们平时做饭的地方，就这个木柴，然后做上这个锅和水壶。这个4轮车我第一次见，前后各有2个斗。看到没？今天充电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但是也不能白充。我送给他们一个中国结吧，一是感谢他们，二是代表着中老友谊啊。OK， 这个送给你。Thank you， 兄弟们，就是这么 easy 啊！1分钟充电的问题就搞定了啊！大家早上好啊！现在我去拿我的充电宝去。他们一家人正在梳洗打扮，这应该是老挝的特色的这个服装。这个面粉用不完了，给你。哇，好漂亮啊！这类似于咱们中国苗族的服饰，有点像。Thank you。好，拜拜。充电宝已经充满电了，现在继续往边境进发，中午应该就能骑到边境了啊！都是这种颠簸的破路，把我的后轮的快插阀，你看就弄开了。如果要是发现的不及时啊，我这个后轮直接就飞了，就出大事故了。所以大家碰到这种颠簸的路面，一定要经常检查这个后轮的快拆阀。这就是咱们中国给老挝援助的中老铁路，用时5年。耗资300多亿，时速将近200公里的一条电气化铁路。自从这条铁路2021年通车了之后，把老挝的国际地位整个在东南亚提升了一个层次啊。所以说，援助一个国家不只是嘴上说说，能在这个崇山峻岭之中
用5年时间就建成一条长400多公里的铁路，也只有咱们中国这种基建狂魔的国家能做到。像这种比较深的涉水路段啊，咱们就要跟着前面的车了，他们怎么走我怎么走啊。希望我别陷车就行了。哎呀，我操！哎呀，兄弟们还是陷车了，但是也要走过去。哎呀，这就是回国之前的路啊！回国之路也是挺艰险的，但是也阻挡不住我回国的步伐呀。兄弟们，全身都湿透了，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这个鞋里存了多少水啊！先把鞋里的水倒出来。哎呀，看到没？好在啊，还有大概15公里就能跨过边境口岸了，就算正式回家了。这15公里就是爬也得爬回去啊！毕竟已经6年没有回国了，满满的都是回家的思乡之情。我的袜子全都能挤出来水了。越往边境去啊，这个路越差呀，这个柏油路都没有了，全是这种土路和石头路。兄弟们，什么是搓板路啊？这就是搓板路。终于到好路了，这个大楼是摩丁火车站，再往前面就是好的水泥路了。已经到边境了，看到高楼大厦了。果然越靠近中国的地方越发达呀！这在前面的省会城市都没见过这么多高楼大厦。前面几百米就是老挝的出境口岸了啊！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Excuse me, can you help me take a video? You have any video? Okay, thank you. 我知道，等会儿，然后你把我自行车和这个在中间，好，然后你不用这样拍吗？对，你就这样，你就一直录不用停，好的，后面我可以剪辑。好的。离开祖国6年了，踏过这扇门，我就回家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范。6年前，我从北京出发，骑往南非好望角，一路穿过了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德国、卢森堡、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跨过直布罗海峡，我骑进了非洲的摩洛哥、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爱琴海、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泰国、金三角、老挝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6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归来我仍是那个敢脚踏千川万里、不穿星辰影裤的少年。在国内休整2个月，我将带大家踏上新的大洲，去往新的国家，体验新的文化，遇见新的缘分，拥有新的故事。加油，咱们路上见！关注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放弃执着，天气就会变得不错。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
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才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换着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放弃执着天气就会变得不同。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还等什么做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才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追逐生命里光，你身边的每道光，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其实你我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愿为希望画出一道想象。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相信自己终有属于你的胜局。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才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从前那个少年没呀，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呀，我还是眼前这个少年没呀，我还是从前那